值得注意的是，美军以航行自由为名，在我国领海横行霸道，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争议。2021年，美国外交政策就发文称，美国的航行自由威胁了美国海军军人的生命安全。文章认为，当美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故意激怒中方，中方往往会派出军舰对其驱离，这就营造了一个危险的局面。文章从技术方面解释，一艘军舰的排水量高达上千吨，当全速前进时，将产生巨大的冲力。当船扭转到船舵的时候，船会继续朝着原本的方向前进，直到完成转向。即便是军舰尝试停下，惯性还是会让它快速向前移动上百米。如果这时候有另一艘船在它的前方，将非常可能导致撞船。此外，船的转向与汽车不同，它只能围绕中心点，船头向对角线转弯，船尾摆向另一侧。当船在加速过程中转向，这个中心点会偏移，如果这时它侧方有船，非常容易导致碰撞。与此同时，在两艘船并行且距离很近的时候，两船中间会产生一个漩涡，将两艘船往中间吸。这在物理学中被称为文丘里效应，更加剧了撞船的危险。因此，文章总结，航行自由行动潜藏的威胁是巨大的。此外，美国作为南海域外国家，民众是否支持其干涉南海事务还很难说。美国政府一厢情愿地相信美国民众能够接受美国在执行航行自由任务时因冲突或意外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经济损失，恐怕是自信过头。2018年，我国军舰与美国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当年9月30号，美国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国南沙群岛近南薰礁和赤瓜礁海域内航行，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国驱逐舰迅即行动，驱离美舰离开相关海域。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军公布了一系列当天美军迪凯特号驱逐舰与中国海军170舰在南海对峙的照片。照片显示，中美军舰向同一方向航行，两舰非常接近。据了解，中方驱逐舰在距离美国军舰前方仅约41米处向美舰发出警告，并予以驱离，美舰不得不紧急转向，以防止碰撞。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3位嘉宾来共同在线解读，他们分别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陈香淼，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杰，以及台湾中研院退休研究员宋彦辉。1月20号，美国军舰再次非法闯入我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我国国防部均发声表示坚决反对。在美国的不断挑衅之下呢，中美在南海的摩擦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除了靠这个硬实力来应对之外，还可以跟美国方面进行哪些方面这个行之有效的、具有约束力的一些规则的制定，从而避免在南海地区的擦枪走火呢？陈先生，中美之间呢，目前两军是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危机管控机制。那么总的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内容就是2015年中美达成的正式签署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规则。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规则能不能得到实行，还是要看美方有没有这个意愿。主要原因在于美方的一线人员他采取的是任务式指挥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美方他的这个一线作战人员具有较多的灵活性，对于海上发生的情况，他可以在不向总部通报的情况下，以及说根据任务的需要，他来采取这个决策。